如果说消逝的光芒是一款在玩家通关后才能明白其含义的神作，那么在消光2中，当主角第一次看见夜魔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就已经不是消逝的光芒了，而是消失的太阳。当然，游戏中的极端夜魔让玩家们受到惊吓也属于正常。好在拉万这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则让玩家们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一丝慰藉，玩家这才得以能够正常体验这款游戏。那么借这个机会，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因审美而被玩家低估的佳作《消逝的光芒2：人与人之战》。本作的故事延续了哈兰市无人生还的结局。在病毒事件不久后，极端救援组织 GRE 成功研发出了对抗病毒的疫苗。可 GRE 接下来的举动，仿佛像是对人类发出了灵魂拷问：你是不是很高兴啊？你高兴的太早了。为了达到军事目的 ，GRE 非但没有销毁丧尸病毒，反而是保留了一份病毒样本。很快，新的变种病毒被 GRE 成功的研发了出来。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实验室顺利的发生了意外。可以利用空气传播的变种病毒，在短时间内泄露到了全世界的千家万户。人类因此遭遇了名为大陷落的黑暗时代。时间来到15年后，只有少数幸存者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定居点。由于这些定居点相隔甚远，只有那些被风铃所指引的漫游者才能独自穿越危机四伏的荒野，并向外界传递信息。而主角正是一名叫艾登的最强漫游者。为了寻找自己的妹妹米娅，艾登冒着生命危险，在丧尸横行的末世，独自穿越了2000公里，只为前往一座与世隔绝的城市维勒多。那里有着妹妹米娅最后一次出现的线索。在维勒多城外，艾登与同为漫游者的史派克相遇。史派克为艾登介绍了一个线人，这个线人能够找到艾登恨之入骨的仇人华尔兹。因为在艾登的印象里，极端救援组织 GRE 曾对年幼的艾登和米娅兄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病毒相关实验，当时负责实验项目的便是华尔兹，而实验室的一场大火则让兄妹二人从此分别。为了通过华尔兹找到米娅，艾登告别史派克，来到了一处充斥着死亡与血腥气的隧道，准备与线人在这里接头。但他中途却遭遇了因克兰不在而重回食物链顶端的夜魔，猝不及防之下，艾登被夜魔一口咬中。好在线人及时赶到，利用紫外线灯驱赶了夜魔，但这时病毒在艾登体内发作，从而引发了他的第一次癫痫。毕竟没有克兰那种身体素质，艾登很快便昏迷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线人已经被一伙极端分子打成了重伤，艾登只能上前劝走了这些极端分子。线人见自己已然无法离开这里，于是让艾登拿走了他身上能够开启所有 GRE 相关设施的密钥。只要艾登前往城内的鱼宴餐厅，找到一名叫拉万的女孩，就能在她的帮助下找到妹妹。见极端分子的极端支援就快赶到，线人赶紧让艾登躲在了通风口，他自己则留下来拖延时间。原来这些极端分子的高层正是华尔兹，华尔兹的目的也是为了拿到这把 GRE 的密钥。按线人的话说，一旦被华尔兹得逞，维勒多城的所有人都得见太奶。就这样，在艾登的见证下，谎称自己吞下了密钥的线人被华尔兹强行看了一下，他吃了几碗粉。而艾登也因为癫痫发作被发现，他只能强撑着即将变异的身体来到了旧维勒多的集市。这里聚集着民风淳朴的幸存者，幸存者们不顾他人危险，只是单纯的想要吊死艾登。关键时刻，一个名叫哈肯的男人用飞刀救下了艾登，甚至还用抑制剂将命悬一线的艾登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哈肯竟然是靠着跑酷一路从暴力街区穿越到这里的主角雷托。哈肯告诉艾登，如果想在维勒多城立足，那就必须佩戴类似通行证一样的身体标记器。凭借对城市的了解，哈肯带着艾登开始熟悉这座城市。城市被3大势力所掌控，分别是由集市的一群卧龙凤雏所组成的生存者，也是他们热烈欢迎了远道而来的艾登。另一个派系则是以大多数士兵所构成的治安者，他们虽然会保护民众的安全，但他们高高在上的态度也让集市一方的生存者觉得治安者对集市的保护更像是一种占有。而最后一个势力便是华尔兹所在的极端叛军，他们是由一位上校所掌控。为了帮艾登搞到非常稀缺的身体标记器，二人来到了一所 GRE 的废弃医院。在昏暗的医院内，他们穿过布满丧尸的走廊，以深入医院的内部。好在没有丧尸发现他们的踪迹，二人得以顺利的找到了身体标记器。可就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一只夜魔竟然送了上来。看见这一幕的其他夜魔也不免退缩，再加上惧怕阳光和紫外线，才让他们避免了杀身之祸。艾登也在哈肯的帮助下，终于有了身体标记器。但哈肯这种精明的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帮助一个陌生人。他之所以帮助艾登，是因为他想离开维勒多，前往海边生活。而艾登作为一名漫游者，肯定知道如何在荒野求生。想到哈肯救过自己，也在帮助自己寻找妹妹，二人也就此达成了合作。按照线人的指示，艾登想要找到妹妹，就必须前往市中心的鱼宴餐厅寻求拉万的帮助。而想要前往市中心，就得从旧维勒多穿过治安者把守的地铁隧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哈肯在当晚负责吸引治安者的注意，艾登则悄悄地穿越隧道。但意外的是，艾登还是被治安者发现了，并被他们带到了审讯室。同样是看中了艾登漫游者的身份，治安者指挥官艾特尔要求艾登帮忙找出杀死上一任指挥官的凶手。只要艾登能够做到，指挥官艾特尔就可以让他第一个通过隧道前往市中心。人在屋檐下，艾登只能接受合作。根据上一任指挥官死在集市的线索，艾登前去找到了集市首领卡尔以及2把手苏菲。相比于之前想要吊死艾登的态度，他们人还怪好嘞，让艾登别往心里去。为了博取集市的信任，从而追查凶手，艾登做起了各种打杂任
任务，但这些将自己视为弱势群体的集市人，却在艾登帮他们做事的时候，要么想要将他卖给土匪，要么就是想要让他帮忙隐瞒自己犯罪的事实。更为可气的是，艾登为了救出苏菲的弟弟巴尼，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了暗区，还得由着巴尼的性格去救他的同伴，可同伴却已回天乏术。期间集市的人遭到了土匪抢劫，当艾登赶到的时候，就连集市首领卡尔也被土匪抓获。事情过后，巴尼非但没有一声感谢，还嫌弃艾登这个最强漫游者跑得太慢，而伏地魔苏菲给出的解释则是巴尼有他的原因，他还是个孩子。看在苏菲的面子上，艾登还是前往了土匪营地，救出了集市首领卡尔。由于治安者怀疑苏菲和巴尼姐弟很可能就是杀害上一任指挥官的凶手，于是治安者便前往了巴尼的藏身处，想要将他们带回去审问。艾登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不顾哈肯的劝阻前往了藏身处，可中途艾登与指挥官艾特尔联络，被巴尼撞了个正着。不知道为什么，巴尼就是看艾登不顺眼，纵使艾登为他们做了那么多，巴尼也丝毫不给艾登解释的机会，直接认定了艾登就是将治安者带来的叛徒。对于这种说翻脸就翻脸的行为，艾登也不打算惯着了。他回到治安者基地与艾特尔碰面，艾特尔为了逼迫集市配合调查，决定夺取水塔的控制权，只要谁夺下旧维勒多唯一的水源，也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旧维勒多。想到集市那群不识好歹的货色，艾登立马接下了这个任务。依靠敏捷的身手，艾登悄无声息地夺下了水塔，并毫不犹豫地将水塔控制权交给了治安者。这也意味着集市的生存者将会走向落寞。由于水塔被夺取，艾登得以顺利地来到巴尼的藏身处。果不其然，他在这里发现了上一任指挥官被割下的纹身。恰好巴尼此时也赶了回来，既然人赃俱获，艾登也不想听他解释了，当即不由分说便开始拿人。巴尼完全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当场就被艾登所抓获。相比于苏菲姐弟的理所当然，指挥官艾特尔则就事论事。如今艾登帮他们找到了凶手，治安者自然就信守承诺，立马安排艾登与哈肯进入地下隧道。本以为可以顺利的前往市中心，但中途却因为断电导致二人被分开。艾登只能将重要的 GRE 密钥交给哈肯，以便他重启 GRE 相关设施的电源，但哈肯却迟迟没能找到办法。就在艾登陷入绝望的时候，治安者指挥官艾特尔派遣了手下的安德森前来帮助他们。原来是气急败坏的集市炸毁了风车，导致整个地铁站电力瘫痪。随后安德森给了艾登一颗炸弹，这才让艾登得以炸出一条离开这里的出口。当艾登好不容易离开隧道，恰好撞见了被集市救出来的巴尼。天堂有路他不走，这一次艾登可不会跟他讲道理了，而是跟他讲起了物理。在将巴尼绳之以法后，艾登却得知安德森被困在了隧道之中。想到这个曾救过自己的士兵，艾登毫不犹豫地赶到了隧道上方，并重启了隧道电源。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因为长时间缺乏阳光和紫外线照射，导致安德森在电梯里变成了丧尸。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多么的绝望，强忍内心的悲痛。艾登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帮助安德森彻底解脱。事情过后，艾登再次与哈肯会合，准备另外寻找前往市中心的方法。可这时一发冷箭却射中了哈肯。就在艾登为哈肯检查伤势的时候，竟然发现哈肯的身上赫然有着被上一任指挥官的武器所造成的伤痕。真正的凶手并不是巴尼，而是哈肯。见事已至此，哈肯索性也就供认不讳。原来正是华尔兹命令他杀掉指挥官，而嫁祸给集市也是哈肯为了自保，从而让自己能够顺利离开城市。见哈肯竟然为华尔兹做事，艾登立马从他那里逼问出了华尔兹的下落。华尔兹此时就在一所汽车工厂内，于是艾登重新拿回了 GRE 密钥。毕竟哈肯还是救过自己，艾登选择饶他一命。二人之间的恩怨也算是两清。当务之急是需要先搞定那个放冷箭的杀手。见杀手在对面楼顶，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的艾登当即施展轻功，瞬间来到了杀手的身后。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也是要保护一个混蛋。本以为是个假扮人类的夜魔，没想到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杀手。艾登对这个女杀手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兴趣，不过还是得先找到华尔兹再说。随后，艾登通知了指挥官艾特尔，并与他们一起来到了前往汽车工厂必经的隧道之中。然而，还没有到达汽车工厂，他们就异常顺利地抓到了华尔兹。但华尔兹却靠着对病毒的研究，让自己拥有了可怕的力量。这一刻，华尔兹仿佛拥有了三哥的馈赠。艾特尔手下的治安者在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毕竟艾登现在只会一些雕虫小技，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华尔兹从他手里拿走了 GRE 密钥，并将之一棍打晕。当艾登醒来，他的身体开始了变异，留在这里善后的叛军被他用极端的方式全部杀死。好在依靠阳光的照射，艾登才恢复了理智。他立马向着汽车工厂赶去。在工厂内，他再次追上了华尔兹，但华尔兹的肉体早已超越了艾登，艾登已然无法阻止。华尔兹依靠 GRE 的密钥启动了某种设施，当他做完这一切，便打算了结艾登的性命。对于他来说，尽管眼前这个少年有着风的眷顾，但却依旧无法强过自己。这时，艾登却叫出了妹妹米娅的名字。闻听此言，华尔兹瞬间杀意全无，他非常震惊地说出了艾登的名字。然而，女杀手的出现打断了施法，致命的一击让依靠病毒强化自己的华尔兹瞬间失去了所有的理智。艾登见状也顾不得其他，立马带上 GRE 密钥，和女杀手一同开始了逃亡。一路上失去理智的华尔兹对他们展开了追杀，无论艾登如何攻击，华尔兹都毫发无伤。无奈之下，艾登第一次选择了转身逃跑，这也让他明白了，仅凭双拳已无法在维勒多立足，他得想办法变得更强。在女杀手的帮助下，艾登终于躲过了华尔兹的追杀，他们也终于有机会能够互相认识。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原来这位女杀手正是艾登苦苦寻找的拉万，她同样也是被华尔兹当做实验的小孩之一。不知道是不是整容了，艾登对
他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二人都对华尔兹恨之入骨，他们索性也就开始了合作。在拉万的带领下，艾登终于离开了旧维勒多，成功来到了市中心。似乎是华尔兹利用 GRE 密钥启动了某种设施的关系，城市里的所有灯光在沉寂了多年以后再一次亮了起来。你看，艾登，他们又亮起来了，他们又他妈的亮起来了。看见没，艾登？你看见没？这太美了啊！我不敢相信，不，我简直不敢相信啊！之后，拉万将艾登带到了鱼眼餐厅，这里的老板名为弗兰克。弗兰克曾是夜行者的首领，也只有夜行者才能在黑暗中克服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从而救下那些需要帮助的幸存者。可因为一次行动的失败，导致许多成员因此丧命。接受不了打击的弗兰克只能每天靠酒精麻痹自己，而单纯的拉万则被夜行者的信条所影响，成为一名合格的夜行者就是他的梦想。为了帮助艾登，拉万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艾登手里 GRE 的密钥访问 GRE 的数据库，从而得知妹妹米娅的下落。但问题是，想要访问数据库，就需要一台终端机才能访问。饶是弗兰克也并不知道终端的具体位置。恰好这时，极端叛军在华尔兹的授意下前来夺取 GRE 的密钥。这一行为成功吸引了治安者首领杰克的注意。杰克带领治安者帮助鱼眼抵御了极端分子的进攻。在见识到了艾登的身手以后，杰克便有了招揽之意。于是杰克想要艾登帮忙启动 VNC 大楼顶层的通讯装置，只要治安者能够掌握通讯，他们就能掌控整座维勒多城。而杰克给予艾登的报酬就是给出一名前 GRE 科学家的踪迹，这样艾登就可以利用这位科学家对 GRE 设施的了解找出终端，从而查出妹妹米娅的线索。在准备登顶 VNC 大楼的期间，艾登结识了甘愿和手下一起冲锋陷阵的罗维中士。这位在上班时不苟言笑的中尉，也会在下班的闲暇之余与拉万和艾登一起来一次真心话大冒险。作为艾登在期间结识的朋友，不得不提一下商人胡安，他掌握着大量的紫外线灯，能够帮助艾登他们更方便的进入 VNC 大楼。毕竟胡安总能与客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他很有型，对吧，亲爱的？要不要一起？当一切准备就绪，杰克派遣了高达5名治安者陪同艾登前往大楼顶层，但罗维中尉深知此行的危险，于是决定和士兵一起冲锋陷阵。就在他们乘坐电梯前往顶层的时候，罗维中尉为了缓解尴尬，再次开始了死亡颂唱。你们得徒步前进。你们在哪层？30层。那你们还得爬50层才能到塔顶。外国司机，小心！外国司机！转眼间，小队全军覆没，罗维中尉也因为失血过多最终牺牲。强忍心中的悲痛，艾登联系上了拉万，希望拉万能够抽空帮忙问问弗兰克这里该怎么逃出去。在线等很急，当艾登与弗兰克取得联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当初夜行者就是在 VNC 大楼遭到了打击。弗兰克也坚信艾登不可能到达楼顶，看在拉万的面子上，弗兰克还是指引艾登前去找到了夜行者留下的爪钩。依靠爪钩，艾登得以逃出了大楼内部。弗兰克想要劝说艾登就此作罢，他并不觉得艾登能够爬上楼顶，而担心艾登安危的拉万早就已经向着这里赶了过来。不过弗兰克却并不知道，艾登可是拥有轻功的绝世高手。随着艾登来到楼顶，他再次面临上了2种选择，一种是将通讯的控制权交由治安者首领杰克掌管，杰克就会告诉艾登那位 GRE 科学家的踪迹，他就能找出妹妹米娅；另一种就是将控制权交给弗兰克，作为夜行者首领的他，有了通讯权便可以向外界传递和平与希望，而代价就是失去科学家的踪迹。艾登一路走来，自认为造的孽已经够多了，或许是对幸存者最后的一丝怜悯，艾登选择将通讯权交由弗兰克掌管。至于妹妹的踪迹，可以重新找线索，实在找不到，大不了就屠城。弗兰克在接管通讯权以后，便重新找回了夜行者的自信，开始向外界传递希望。而担心艾登的拉万也终于赶了过来，可能是过于的疲惫，艾登还以为是夜魔大白天跑出来了。好在拉万的一个大嘴巴子将艾登重新拉回了现实。他妈的，别再做这种事了！这又是为什么？你欠我个情。能够看得出来，拉万对艾登的感情肯定非同一般，但随后扎心的一幕却发生了。艾登前往拉万曾住过的房间，为他拿取新鞋，但却意外发现了一张合照，果然女大18变。不过与他合影的前男友赫然是曾为华尔兹效力的哈肯。艾登立马回去询问拉万，原来当初哈肯觉得前往 VNC 大楼就是找死，于是他不仅没参加那次行动，还带走了一部分人手。拉万觉得哈肯的行为就是背叛了夜行者，从而导致了夜行者的落寞，这也是拉万誓死追杀哈肯的原因。在天台微醺的二人单纯的度过了一夜。就在第2天，哈肯在一所教堂约见了艾登，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拿回 GRE 的密钥。哈肯一开始帮助华尔兹只是为了监视他，但华尔兹却以拉万的性命作为威胁，这才让哈肯不得不为他卖命。面对现在的局势，哈肯必须杀死艾登，只为让自己在华尔兹手里保住性命。经过了上次的教训，艾登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东西靠拳头是解决不了的，得靠成吨的 C4。这一刻，艾登成为了维勒多爆破鬼才。
随着硝烟散尽，哈肯被炸得东一块西一块。本以为就这样结束的艾登正准备离开教堂，但下一刻却发生了可怕的一幕。哈肯竟然完好无损地爬了过来。艾登见状，只能放下了 C4，准备开始进行超度。但拉万却在此时赶到了这里。艾登索性也就让拉万自己看着办。没想到的是，拉万竟然来真的，直接一发弩箭物理超度了哈肯。但哈肯的死却并没有让拉万心里好受一些。就在局面陷入尴尬的时候，事情却迎来了转机。弗兰克成功联系上了那位 GRE 科学家，并安排了他与艾登在旧城区的集市教堂附近见面。当艾登再次回到集市教堂的时候，这里早已被治安者袭击，大部分集市人在抵抗中失去了生命，而侥幸存活下来的苏菲也彻底丧失了斗志。艾登最后在天文台找到了 GRE 科学家维罗妮卡，在维罗妮卡的带领下，他们终于在天文台发现了终端机，可上面的记录并没有米娅。关于艾登的记录，则是他的身体超过了平均值的耐受力，或许这也是他异于常人的原因。而当初华尔兹对他们进行实验的地方，是一个名为 X13的设施，并且就在华尔兹启动全程电源的时候 ，GRE 的故障安保协议也在暂停多年以后被一同启动，这也意味着市中心将会遭受导弹的袭击。华尔兹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重启当初在 X13的实验。随后，艾登立马通知了弗兰克，并与维罗妮卡向着设施外赶去，但华尔兹却出现在了这里。为了拿取 GRE 的密钥，华尔兹已经失去了耐心，艾登完全无法近身，他只能依靠敏捷的身法，不断在华尔兹身上安装 C4。随着艾登按下按钮，恐怖的威力瞬间蔓延开来。或许是因为爆炸的波及，艾登不受控制的再次开始变异，但华尔兹却依旧毫发无伤。维罗妮卡本想上前帮忙，可此时的艾登因为变异兽性大发，当他再次恢复理智的时候，维罗妮卡只剩下了残破不全的身躯。华尔兹也从他身上拿走了 GRE 的密钥，而导弹袭击也逐步开始了对市中心的轰炸。幸运的是，拉万很快便从废墟中将艾登救了出来。由于轰炸将会导致整座城市变成废墟，于是极端叛军的首领威廉姆斯上校准备约见弗兰克与治安者首领杰克，大家一起商讨对策。当初就是极端上校阻止了轰炸，所以弗兰克和杰克也准备乘坐叛军的车前往他们的要塞。可一发弩箭却射向了弗兰克，见叛军的车辆已经逃走，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艾登只能将弗兰克交由杰克照顾。他立即向着叛军的车辆追去。此时的艾登也不再留手，他当即施展轻功，一瞬间便来到了叛军车辆的藏身处。当他拉开车门的时候，司机人都傻了。不过艾登现在赶时间，只是威胁司机将他带进叛军的要塞，而司机也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呀？1分钟前还一片太平，然后就突然干起来了。我不该掺进来，就算威廉姆斯不杀我，马特也得杀我。我死定了，哥们儿！我是说我背叛了叛军，我是不是疯了？把我送进去，你就会没事的。刽子手和马特两人一人捏着我一颗蛋，然后他们还在拔河。很快，在司机的带领下，艾登顺利进入要塞。看在司机挺幽默的份上，艾登赏了他一颗 C4。随后，他一路向着要塞内部杀去。而中途，杰克也告知了艾登，弗兰克还是没能坚持下来。意外的是，极端上校在见到艾登并得知弗兰克被害以后，显得非常意外。他表示自己并没有派人暗杀弗兰克，并且他在11年前阻止了导弹，现在也还在想办法阻止。他根本没有杀弗兰克的理由。看来一定是华尔兹在从中作梗。艾登琢磨了一下，选择相信上校。但治安者首领杰克却不干了，立马对艾登和上校撂下狠话。然而这些都无所谓了，上校立马安排人手将艾登送往华尔兹所在的 X13设施。可在路上，杰克却带领治安者拦住了去路，因为弗兰克这段时间的广播让曾经的夜行者们重新找回了信心。关键时刻，夜行者赶到了这里，并且说出了刺杀弗兰克的正是杰克。杰克早已被复仇蒙蔽了双眼，听到这个消息的治安者们当场剥夺了杰克首领的资格，艾登也得以继续前进。就在他赶到设施的时候，拉万却追了上来，他想要与艾登一起行动，毕竟华尔兹也是他最痛恨的人。艾登拗不过拉万，只能让他与自己一同行动。当他们进入设施内部的时候，才发现了华尔兹的阴谋。原来华尔兹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物资，看来他早就知道重启这里的实验，也就意味着导弹将会把维勒多夷为平地，而这里就如同方舟一样，能够让他依靠这些物资苟活一辈子。中途拉万为了保护艾登不幸受伤，接下来的路只能由艾登独自前行。随着向内部深入，艾登发现这里果然就是当初对他们进行实验的场所，而华尔兹也抱着妹妹米娅出现在了前方。艾登见状立马冲了上去，或许是想做个了断。华尔兹先是安置好了米娅，随后向艾登说出了所有事情的真相。原来华尔兹是米娅的父亲，米娅也不是艾登的妹妹，他们只是很好的玩伴。因为当时米娅感染病毒，只有艾登独特的体质才能帮助华尔兹研制出解药。艾登为了救米娅也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当初丧尸病毒传播实在太快，再加上一把大火，导致实验被中断。华尔兹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救米娅，也就是说很可能是药物的作用导致了艾登记忆错乱。但如今导弹轰炸也随着 X13设施重启被一同启动，如果阻止导弹轰炸，那么 X13设施也会关闭，米娅也将随之死去。就这样，一个只想拯救城市的漫游者与一个只想救回女儿的父亲战斗在了一起。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爆破鬼才艾登直接在华尔兹身上安装了更多的 C4，按下按钮的一瞬间，爆炸威力足以气化周围的一切，但华尔兹仅仅只是被炸成了重伤。艾登此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变异了，双方最后还是全靠肉体的强横战斗在了一起。最终艾登还是将华尔兹打败了。此时虚弱的米娅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你已经努力了很多很多年，可我不想再继续了。救救那些人，艾登！不！
随着密钥被化学药剂吞没，艾登只能先安置好米娅，并将这一切告知了拉万。如今阻止导弹的唯一方法，便是拉万前去手动引爆炸药。如果阻止拉万引爆炸药，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将遭受无妄之灾，那么艾登一切的努力也都会白费。拉万和米娅也不想看到这一幕，于是艾登赶紧抱上米娅，向着设施外逃去，并赶在拉万引爆炸药的前一刻成功逃了出去。米娅也因为失去了医疗设施，在她最后看了一眼天边的夕阳后，便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而避免了导弹轰炸的维勒多，也在夜行者的帮助下重新恢复了稳定的秩序。每一位幸存者都能受到妥善的安置。至于艾登，则因为随时可能变异的身体，毅然选择了独自踏上未知的旅程。如果当初艾登前去阻止拉万，那么拉万就会与他一同踏上旅程。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在 CG 里的拉万长得跟夜魔似的，所以一切美好的回忆就让他留在这座城市吧。想必能够看到这里的观众，应该是喜欢狂魔视频的朋友。狂魔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吧。最近更新比较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这两部消光的剧情和流程都比较长，所以耗费了挺多的时间。还有就是很多喜欢看我解说的观众都在等 COD 还没解说的另外几部。狂魔其实也挺想做的，但是我的视频都是多个主流平台一起发，恰好剩下的那几部 COD 又比较特殊，所以只能再观望一下。最后就是感谢各位粉丝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狂魔也是做游戏解说有2年了，在短视频平台也刚好有1年的时间，也不知道各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的。不过话说回来，每次看到你们在视频里留下的弹幕和评论，我都会在电脑面前一个人偷偷的傻乐。或许正是因为你们在视频里留下的足迹，才让我有了做视频的动力。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还有就是私信确实挺多的，我只能尽量去回复，主要是自己也得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做视频了，只能对各位说声抱歉。哦对了，蝙蝠侠我还没忘呢，各位放心，一定会补上的。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